其实我觉得今天这2集看起来，其实心里有点坐云霄飞车的感觉，对，对不对？真的，就是从一开始，我觉得历程一开始还是那种，就是他维持在一个假装很开心的状态，就是假装正常，所以他其实脸部一直没什么变化，即便有开心，然后可是他其实心里是难过的，然后直到你拿酒瓶的那一场过后。我们开始确认彼此关系，历程的感觉才又回来了一点，就是等于是说你帮历程找到自己了。对，我应该算是这1、2集啊，就开始就是我很在意你所有的事情，然后直到就是我喝酒醉告白之后，藤木人就换了一个状态，就换了一个藤木人恋爱版本，就是比较温柔，比较有点。呆萌那种，呆萌，对。我觉得爸爸今天有讲了一段台词，我觉得超感动，就是他其实早就知道了嘛，对啊，但他愿意让小叶搬出去，是因为他想要再想一想，可是没想到想着这几年就过去了。对，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很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然后过去的时间就回不来了，但还好腾腾把历程抓住了，不然我们不知道在几年之后才会有进展，对，对啊，也希望不要虐太久了。然后后面就开始课堂，早上起来直接开始了，然后直接变成很乖巧的小猫。饿不饿？要不要吃泡面？乖啊。对。还有那一段就是我之前一直讲说我拉你，然后拉你，然后就。突然撞到鼻子那一段，那一段我真的是看到的时候，不自觉笑出来，我觉得我鼻子好痛。哦，终于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喜剧的阶段是配着课堂一起。对，这样吧。之前是喜剧嘛，然后就是我们两个互吵，然后现在是喜剧，然后我们一直在散发课堂。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就像是一般正常的大家现实社会中你们的情侣生活一样。然后我就想着我所有共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们会变成这样子？我这么帮你，然后，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是，我觉得那时候我这么帮你，然后我会觉得为什么？怎么讲？那个是你先整理一下，我可以先讲我的感受。好，你先讲一下。就是那个时候在拍摄的时候，就像腾腾说的，那场戏其实是一个就真的是大家4个人真的很安静，然后他其实藤木人没有要哭这个桥段，但是我觉得，因为在饰演藤木人的人是莉安，他对藤木人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他知道。腾腾他那时候心情是什么？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当下那时候腾腾他哭完，我就有跟导演讲说，因为我身为历程，我感受到他在后面哭的话，我会有新的感受，所以我跟导演说我会生气，然后我会自责，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其实你那一场戏的改变影响到了后面我们在家里，就是我迎接他从厕所走出来那一场戏，因为其实原本的剧本那一场戏。我也不是用很难过的方式来呈现，但是就是因为前面腾腾因为我是先拍了车子那场戏，然后腾腾他的表现方式是可能难受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受也帮忙到我的身上，加注到我到后面在拍摄在家里厕所那场戏的时候，我的方向就开始往自责走过去。但我觉得现在来看，其实这个结果是很好的，就是我觉得很舒服，然后你会很理解角色。对了，我是突然想起来，就是为什么我在想说，为什么我这么帮你，然后但是我们友情就会突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就明明是一个很好的兄弟，然后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子？那时候还是就是我还是藤木人直男的心态去想这件事情，但是藤木人其实内心是一个很脆弱的人。只是他一直在外表给别人的面前是比较有距离感。那其实，
在像萧立诚在不管是下药那场戏，跟在这个过程中，就已经慢慢在开启藤木人的一些内心。和 Gil 一起吃饭的时候 ，Gil 把立成可以回答的问题的话都抢走了。当时腾腾的心里在想什么呢？我当然没有想太多啊，应该是要问萧立诚心情是什么吧？没有想太多，对。对啊，我就觉得，这个女生不错哦，很了解，很了解吃哦。我当下的感觉，其实我当下蛮有点生气，因为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 Gil 这个举动，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刺激立成确认了自己对于腾腾的感受，腾腾的感受的一场戏，所以当下，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有做一个小的细节，就是我要讲出口，然后我故意去撞 Gil 说出来的台词，因为我想要制造自己被打断的那个感觉。对，是，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这个是很对，因为你一问我应该就要马上回答，对，很自然。对，然后如果我被撞到，就是我台词被重叠的话，我就会不舒服。对，我那不舒服感会更强烈。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不舒服、生气的感觉，就怎么有一个人可以把我做的事情对，而且是你经常做的事情，而且替换掉的，而且他怎么可能比我了解藤木人？对，然后我就觉得哇，然后我觉得透过这个过程，立成确认了自己对藤人的感觉，然后酣战犹豫。对。那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要跟 Gil 出去吃饭吗？还有你们那天出去吃饭时候的心得？那时候好吃，开心。那时候其实幸福。你说吃牛排那一段，对。其实我也蛮对不起 Gil 的，因为真的我没有。俊鹏来了。俊鹏。俊鹏。嗨，哥哥，俊鹏，新师。好，你继续。好，我继续讲。我帮你看俊鹏讲。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蛮对不起 Gil，因为我对 Gil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是为了要逃避其实也开始在意萧立诚这件事情，然后萧立诚又这么猛攻，所以我还需要一个时间去消化，然后，所以我才找 Gil 帮我，就是我才把 Gil 当成是我一个挡箭牌，对，就这样子。好的。其实，在过程中就是也没有太多的，就是真的去想要更进一步的感觉。我相信大家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总不可能跟一个女生吃饭这么的那个。对啊。嘉威来了。嘉威说：“想请问你们今天亲了几次？”那一段真的是，而且那一段其实，这也没有，我记得是剧本有没有？剧本好像是写一次还是没有啊？一次还是没一次吧？一次。但是我们今天亲了大概那时候7次吗？就是那时候深吻，就是直接深吻。没错。对啊。那我觉得那算是一个确定彼此的心意的时候，然后就是来一个热情的深吻。对。我们干嘛回答他的问题啊？我们干嘛回答嘉威的问题啊？对啊。奇怪啊！下一个。我给你剧本，你不演，我还回答你问题。对啊，不要理他了，不要理他。我记得那个时候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高很帅的 model， 那时候第一印象。然后后来才知道，哇，他年纪居然比我小。什么意思？怎么没想到？什么意思？我看起来就比你小，好不好？你那么高，看起来还好吧？但是我很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会跟 Vicky 姐聊说，就是最近身边有没有什么可能适合演艺圈的朋友啊？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我刚认识立安，但是我会跟姐说，我最近有认识一个蛮帅，好像蛮适合演艺圈的朋友。然后我就跟那时候我就跟 Vicky 讲了 Anson， 然后就然后你就被牛奶哥牵走。哦哟，这个阴阳哇，什么阴阳？阴阳是什么？不是，这个剧情有点像我们的感情。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对啊。其实那时候我看到
赞成，我觉得哇，这个人很稳重，很稳，然后讲就是蛮文青的感觉，静静的，然后那时候跟你聊，也没有太多话，然后透过聊天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蛮有内涵的哦，对啊。好好说话，现在是努力在想。我记得啊，我还记得，好不好？在那边，印象深刻但前期我有自己的设定，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尽量触碰到他，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常就是这样子勾他肩啊，然后这样子看他啊，然后甚至会咬他。就是我那时候给自己的设定。然后其实有桥段的话，其实很多里面是很多即兴的。就是好比说，大家知道嘛，尖叫鸡啊，然后拖鞋啊，对，这个也打这个也是，就是衣服脱掉，头发拔光那样，这个也是。对，我觉得其实里面还蛮多即兴的成分。弟弟问亲起来如何？我们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他，不回答你。来，我们下一题。然后历程可能就是因为剧情的关系。然后他发现，就是藤木人真的是他很在意的一个人，然后又是一路上都对他很好，然后也是因为那一场英雄救美的戏，他从藤藤这里，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很凶啊，然后很傲娇的人，然后没想到那一场戏给给历程的感觉是，原来藤藤也有脆弱的时刻，然后他也从给予藤藤安全感，然后去感觉到自己原来喜欢的是藤木人。然后因为历程这个角色又是只要一感到，只要意识到自己从喜欢变成爱情，他就会勇往直前。然后我也觉得这是历程很厉害的地方，一个特点。对，我觉得是从那个，因为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意了嘛，然后自从你开始跟我说你要停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故意做这件事情，我那时候突然意识到说，其实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我反而很怕这个互动会消失。然后后来我跟 Gil 那一段，其实那一段已经算是我大概已经知道我很喜欢上你。然后到后面我就开始在意了嘛，就是你那时候你去跟刘美芳出去任何事情，然后我就开始越来越在意，直到我跟你告白那件。对。傅老师想要问你们亲起来感觉怎么样？忘记了啦，师傅，抱歉，忘记你的问题，师傅，小弟在这边给你道个歉啊。小威哥，不好意思，小威哥，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就我发现善存的嘴唇蛮软。那你觉得你亲你哥的感觉怎么样？来哦，快点回哦，不要躲避哦。那你亲我的感觉如何？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像棉花糖，就是软软甜甜的。害羞啊。如果有一天萧立成进到陈木人的身体，是萧立30，他没有说，我就说萧立成。如果萧立成进到陈木人的灵魂里面的话，我就打开陈木人的手机，把他的所有的男性友人全部删掉，女性友人也全部删掉，就只留一个历程。在约别人吃饭呀？那本人呢？本人呢？我应该会去你的衣柜，把你衣柜里面所有衣服都搬到我家了。我在啊。没有，你就是我就是你啊。对啊。对啊。我就会把它藏到可能我家的某一处，然后换回来的时候，我就把你的衣服都拿走。所以你要透过交换灵魂，然后偷窃，是的意思吗？偷窃我的衣服。善存去过立安家吗？没有没有。所以你家衣服很多吗？其实也还好，就一个大衣橱。我衣服其实不多，但是质感还不错。它风格很多啊，我可以挑到我喜欢的。对啊，一定有你适合的。刚刚我看到嘉威说什么？
说什么？我们刚不是问他说亲起来感觉怎么样吗？对啊，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他说他亲完2巴，他亲完之后就被赏了2巴掌。我可能会送你一幅画。哎呦，跟我学我。哎呦，我会送你一幅画哎。好，那在一起一起回答。你说一幅画？对1、2、3，一幅画。你想送什么画？我可能会想要画我们2个人，藤木人跟肖立成的一个画。因为是我们的一个共同回忆嘛，然后我们都很投入在这个情感，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收到这个画的时候，就可以想起我们的回忆。我会想用，就是用那种，我会选好我觉得属于你的颜色，然后用倒进去，然后用它流的方式，流动画。对，我想让它随机产生，然后因为对我来说，只要是你的颜色，结果是怎么样都好。我觉得还要加入你的颜色，我们融在一起。我会是像它流完之后，我会加入我属于我的标签了，就是我你的标签啊，对，不要你的标签，要你的颜色。好 ，OK，我这个加，可以。那你要告诉我你是什么颜色啊？我是什么颜色？这样子。我不会告诉你啊，就是我给你的时候你就拿就好了。如果现在剧中角色互换，你们会想对对方做什么？如果是我，就不会跟刘美芳说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哇 ！Diss，你解释一下，什么？气死我了！哎，我说2个都是，还假装要不要在一起，什么意思？一次是开玩笑，好不好？哎，第一次还不是因为你伤我的心，所以我才跟美芳这样说啊。然后美芳说好，我就说我开玩笑。所以我伤你的心，你就可以跟别人在一起。没有，美芳说好，我说不用，我说开玩笑，这叫什么君子？然后第2次，我是因为要帮美芳化解她遇到的难关，所以这叫什么君子？君。立成就是一个到处都为别人着想的人。OK， 你用的方式比较极端。其实对我们2个来说，其实拍摄的时候就是啊，其实不一定是生气，你有什么要不理解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讨论的东西，我们都蛮直接的。对，我们都是花了其实很多的时间在于直接的沟通，对，聊天。我觉得就是直接讲，都会有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把你的心里真实的想法跟对方，让对方了解嘛，所以我们到现在才会这么了解彼此。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你找到再怎么跟你一样的人，还是会有一些你在乎他不在乎，或者是他不知道你在乎的事情。对，你永远找不到那个完全像跟你一样的人。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之中一直在找平衡。对啊，所以我们都是直话直说 ，real talk， 每一段关系都这样。所以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跟你们生活中你们觉得很重要的人，然后把你们心里在意的说，对，好吗？这很重要。不要跟爸爸一样，就是想一想自己已经过去了，勇敢说出来。对。3、2，那你要先。不要讲，听我讲。我没有不开心，是很开心。不要讲。那一天，我这辈子没有骗过人。那一天，我骗了 Gil， 然后他找我去他家，我没有回家，我在外面晃到凌晨3点才回家。牧人，所以你的意思是，你有一点喜欢我？对不起，是我太晚喜欢你了。不用哭啊，我也喜欢你呀。那，牧人，你喜欢我吗？我才不要当小三！你都跟刘远芳去开房间，还跟他很开心的吃饭，他跟……牧人，我好喜欢你，跟我在一起好吗？你不是说，我是说你喜欢，我只喜欢你，你喜欢我吗？喜欢。小
疯了，我也笑疯了。我也快笑疯了，第一次看善存这样子。哦，好可爱哟、10次对不对？真的吗？看，所以我们早上起来只有亲7次啊。我这场只有亲7次，这么少吗？还是说你的 NG 总共亲了几次？我没有 NG 啊。我们没有 NG。哎，导演问我说，是亲够了，不要再亲，好的。我真的不会弹额头。进步。要进步。有声音了。不要生气哦，不要生气。但还好吧？还好。你退步了。你又变回原本的。不要。好，我都要换招人了。不行吧？我不会弹呢。你要有 Holo Cat 的感觉。好，那我让你弹一次啊。不要啦，不要。好，我弹我自己啊。还是凯特弹凯特。不然那你示范一次给他看手机弹额头。不行啦。可以。他戴头套。头 OK 啦。试试看，气温柔的。温柔，你说这样吗？都可以。弹不到。吓死我了！来了。哦！很近。快点！亲了，你让我怎么弹的？快点！你最喜欢哪个角色我喜欢肖立成这个角色。 ？Of course。Yeah， 那你呢？肖立成这个角色。没有啊。藤木人，喜欢藤木人这个角色。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从这一集开始，藤木人他很多的开始有很多可爱的小表情，跟一些惊慌失措的样子，然后会在这2集开始展比较柔的那一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开始更多不同面向给大家看到。那我还记得那时候导演喊卡的时候，然后我还哭得不能自己。然后我还记得导演从那个房间跑出来，然后说没关系啊，肖立成是爱你、喜欢你的。然后我那时候他就说没有，肖立成不爱我，他没有爱我。我还就是一直边哭边讲这件事情。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投入在那个当下了。他们竟然在我背后讨论1跟0的事情，这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吗？就是我找资深的理解我一个这个新手啊，对不对？再怎么还不是为了你，对吧？就是大家会对于很期待可以看到上一个系列的人，后面可以期待一下哦。好哦。好。拜拜。那拜拜，继续回去再重刷到5、6遍。下次见。